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压裂液的律师机理。所谓压裂液的律师，是指压裂液通过水泥裂缝壁面向岩石的裂缝或者孔隙渗滤的过程。压裂液律师直接影响压裂液的效率，进而影响它的造缝效果。同时，压裂液律师很可能对地层产生伤害，因此在常规水泥压裂中，一般希望压裂液律师尽量少。所以本节我们要关注3个问题：一、律师的渗流机理；二、律师速率的表征；三、控制律师的途径。首先关注第一个问题，律师的渗流机理。从空间上看，压裂液律师具有方向性。压裂液从缝内的高压区经裂缝壁面向压力更低的地层孔隙或者裂缝流动。1957年 Carter 假设压裂液垂直于裂缝壁面渗入地层岩石，直到今天，这一假设仍然被学术界沿用。从时间上看，压裂液的律师具有阶段性。Williams 将压裂液的律师分为3个阶段，即滤饼形成之前的律师、滤饼形成过程中的律师和滤饼形成之后的律师。前2个阶段的时间相对较短，压裂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滤饼形成之后的律师。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压裂液都要经历这3个过程的律师。水基冻胶压裂液等具有造壁性的压裂液一般会形成滤饼，符合上述3阶段律师的特点。而活性碎等不具有造壁性的压裂液一般不产生滤饼，不符合上述3阶段律师的特点。为了分析滤饼形成后的律师机理，可以采用 Howard-Foster 的做法，将压裂液律师方向上划分为3个渗流区域，即滤饼区、侵入区、压缩区。我们截取压裂裂缝壁面及其附近地层的一个单元，如图所示。图中从左至右的3个依次串联的区域，就分别对应了滤饼区、侵入区和压缩区。从图上所示可知，律师区域总的渗流压降为滤饼表面流体压力 Pw 与地层孔隙压力 Ps 的差值。为了便于描述，假设滤饼区与侵入区交界位置的压力为 Pv， 侵入区与压缩区交界位置的压力为 Pc。 由此可以知道各个区域的渗流压降。从渗流介质和渗流流体角度分析可知，各个区域压裂液律师的主控因素是不同的。滤饼区主要受压裂液造壁性的控制，压裂液穿过滤饼区侵入地层区域称为侵入区，其渗流主要受压裂液自身性质，特别是粘度的控制。压裂液进入地层，使侵入区以外的地层流体被屈替和压缩，这个区域渗流没有压裂液流动，其渗流主要受地层流体的压缩性及流动控制。总之，不同的律师区域有不同的律师主控因素。下面讨论第2个问题，律师速率的表征。根据 Carter 的关系式，缝长 y 方向某处的压裂液律师效率与律师系数和律师时间有关。律师速率与时间的平方根成反比，随律师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与律师系数
成正比，可以通过减少律师系数，进而来降低律师诉率。由此可见，律师速率表征关键是律师系数的表征。在表征律师系数时，一般认为各区域的律师速率都满足与时间平方根的反比关系。先分别导出各个区域的律师系数，再根据串联原理表征总律师系数。首先，请看照比性律师系数 CW 的表征。假设氯丙区压力液的律师满足达西定律，氯丙厚度与律师体积成正比，且氯丙渗透率与厚度无关，通过氯丙的压降保持不变，进而可以得到氯丙区律师系数的表达式。从表达式可以看出，律师系数与氯丙的渗透率、氯丙厚度增长系数、氯丙区的压降正相关，与压力液的粘度反相关。由此可见，形成质密且较厚的氯丙或保持压力液的高粘度，有利于降低律师速率。因此，照比性律师系数的调控途径包括调整氯丙的厚度、渗透率和调整压力液的粘度。下面对侵入区受压力液粘度控制的律师系数 CV 进行表征。同理，对此区域的压力液渗流过程做出相应假设，并从达西定律出发，导出其律师速率和律师系数的表达式。从表达式可以发现，这个律师系数与地层孔隙度、渗透率和侵入带压差正相关，与压力液粘度负相关。降低侵入带的律师速率，可以考虑维持较高的压力液粘度，或者形成占堵带，降低地层的渗透率。接下来，我们进行压缩区的律师系数 CC 的表征。与前两个渗流过程不同的是，这里需要考虑地层流体的压缩性。我们提取地层微圆体，考虑可压缩流体一为达西流动，导出对应的渗流偏微分方程和定解条件。对方程的求解，可以得到压力的表达式，进而可以得到律师速率和律师系数的表达式。从律师系数表达式可以发现， CC 与压缩区的压降、地层孔隙度、渗透率、油长流体压缩性正相关，与油长流体粘度负相关。注意，此区域的流体是油长流体，不是压力液。这些参数是不受压力液侵入的油长客观参数，所以 CC 很难被人为调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人为将压力液的律师分为空间上受3种律师机理控制的串联区域，实际上需要根据3个区域的律师系数求得综合律师系数。其求取的方法主要有调和平均法和压力平衡法。调和平均法是借鉴电容串联的思想求取律师系数，即综合律师系数的导数是3个区域律师系数导数之和。压力平衡法则考虑到各个串联区域流量的相等，并用3个区域的总压降代替分区压降，进而求得
综合律师系数，这样就克服了滤饼区与侵入区、侵入区与压缩区交界处的压力实际上很难获取这个难题。刚才我们从渗流原理的角度导出了照壁性律师系数 Cw 和压力液粘度控制的律师系数 Cv 的理论表达式，但由于表达式中压差等参数实际上无法获取，所以业界一般采用实验法来测定 Cw 和 Cv。具体测试方法可以参阅石油行业推荐标准 5107-2016 水基压力液性能评价方法。该标准推荐采用静态律师法测定这两个律师系数。如图所示，为实验所要用到的静态律师仪。实验测定的是不同时间点的累积律师体积。照壁性律师系数对应的时间和累积律师体积的关系曲线如右图所示，它是一条曲线，表现出律师体积先快速增加后缓慢增加的特点。曲线的拐点对应的时间就是滤饼形成的时间。粘度控制的律师系数对应的时间和累积律师体积的关系曲线如左图所示，它是一条直线。石油行业推荐标准 5107-2016 水基压力液性能评价方法中介绍了根据律师曲线获得律师系数的数据处理方法。接下来讨论第三个问题，降低律师的措施或方法。如前所述，压力液的律师量的控制实际上就是要控制律师速率，核心问题是降低律师系数。从律师系数的调控途径可以看出，要降低律师系数，主要办法有两条。第一，增加侵入带流体的粘度，也就是增加压力液的粘度。第二，减少滤饼和侵入带的渗透率。所以现场常常采用提高压力液粘度，加入降滤师剂形成致密滤饼，或采用泡沫封堵降低压力液有效渗透率等措施来降低压力液的律师。好了，下面总结一下本次课的内容。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压力液律师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分析了滤饼形成后的压力液律师3个不同区域的律师机理，重点学习了压力液律师系数的理论和实验表征，并由此引出了降低压力液律师的措施。要了解更多有关水力压力的知识，欢迎继续学习本课程其他内容。